原主父亲偏宠妾室和庶女，威逼原主替庶妹嫁残疾暴力的梁王，原主不从，竟被他们活活打死。本宫最后问你一次，嫁还是不嫁？殿下，请您别为难姐姐了。父亲醉酒，误将我许给梁王，要姐姐代嫁本就委屈了他，更何况姐姐心里一直思慕你。哼，凭你也配思慕本宫？呸！你这样的货色，便是给本宫做妾，本宫都嫌恶心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曾答应过你，绝不对太子有非分之想，奈何情难自禁。夏缜，你竟敢阻止婉儿与本宫在一起，你这种女人真是恶毒。殿下不要怪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能控制好自己的感情。婉儿，你就是心肠太软，才会一直被他欺负。姐姐，让你带我嫁给梁王确实为难，可我与太子是真心相爱的，求姐姐成全。听闻梁王残疾又残暴，府中10几个妻妾都被打残了，你不愿嫁，却逼我替嫁，妹妹还真是不要脸。牙尖嘴利，看来方才打你还是打轻了。以我如今这副虚弱的身子，还不能跟他们硬碰硬。夏缜，你不是最在意你母亲吗？你若不允，我便以通奸罪休她出府。太子殿下，这是原主在心头。夏缜，你放心，既然我成为了你的仇，我替你报。我的夺魄环也穿过来了。回头凝望，刹那记得血液碰烫，释然。小姐，您醒醒啊！夫人她都已经……小缜，你说母亲怎么了？夫人得知相爷和玲珑夫人让您替嫁，大闹了一场，被老夫人用了刑，关进了安室。你去告诉丞相，说我愿意上花轿，但前提是放了母亲。是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他们竟下如此狠手！别怕，别怕。你若早些答应，你和你母亲也能少受些皮肉之苦，何必呢？真是贱骨头！陈玲珑，一个二嫁寡妇，嫁入相府为妾，生下夏婉儿，深得丞相宠爱，明明是妾，却对外宣称玲珑夫人，直接褫夺了母亲当家主母的位子。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利息，你欠夏子安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好啊，反了你！来人！你若是敢动我，相爷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横竖都是一死，夫人要不要拿你尊贵的命来和我夏家的命相搏？你想怎么样？每天给我母亲送来最好的汤药和补品，否则我就是死，我也不会上花轿。若真把她逼死了，婉儿只能嫁梁王，便当不成太子妃了。好，
我答应你。还有，我是相府嫡女，我的婚礼定要风光大办，还请夫人、请太子，还有京城贵胄前来观礼。好。走。母亲，子安，都是母亲无用，没有保护好你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这封诏书，明日你若乖乖上轿，便自行销毁；否则我就公之于众，让你母女二人再也抬不起头做人。袁氏淫荡，勾搭下人，今休此荡妇，生死不相干。你求娶我时，承诺只爱我一人，永不分离。如今却如此待我，岂可笑啊！母亲，这休书是一把利刃，你要拿着这把利刃，捅进伤害你的人的心脏里。什么？你放心，伤害过你的人，我会一个一个送他们下地狱。他不是我的子安。新郎官来了。帅气啊！真的是啊，是梁王，梁王娶亲了。等夏子安嫁给我这个废物兄长，我便可迎娶夏婉儿，得到丞相的支持。今日摄政王奉旨带天家观礼，你最好乖乖上花轿，别再耍什么花招。别急，我有什么招数，妹妹很快就会知道。他就是把持朝政、一手遮天的摄政王，皇上的亲弟弟慕容杰。王爷，臣女今日不敢上轿。夏子安，你敢毁本王的婚？这相府大小姐疯了吧？皇后赐婚，竟敢耍性拒嫁！开罪皇后，惹怒梁王，这简直是自寻死路啊！有意思。王爷明鉴，臣女不是不愿嫁王爷，而是不敢替相府欺瞒王爷。说什么？逆女！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休要胡闹！父亲说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若不是昨日，父亲和玲珑夫人为了让二妹嫁与太子，以棍棒相逼，以我母亲性命要挟，我一个相府嫡女，何至于满身伤痕，被逼替嫁？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王爷，昨日父亲拿休书威胁，说是臣女不嫁，他便要以通奸罪将母亲休妻。臣女不敢让王爷被人利用，这才公然悔婚。相爷，这份大礼，本王铭记于心。梁王和慕容乔为皇后一胎所生，二人从小不睦，经此一事，梁王定不会轻易放过慕容乔。今日之事，本王会如实禀告母后，
把话说个明白。叫。娘，你看他。混账东西，给我进来！父亲急什么？还嫌这场笑话闹得不够大吗？王爷，夏大小姐竟敢同时得罪皇后、梁王、太子和丞相一家，这简直死定了吧！皇后很快便会召见她了，不知她能否活过今日？竟敢摆我一道，和你娘一样无耻下贱！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杀了我，谁来平息皇后和梁王的怒火？一起了，我们就一起死！夏爷，眼下的确不能杀他，皇后定会传他入宫问罪，我们得把罪名推给他，才能保住相府啊！你马上到祖宗牌位前跪着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！谁敢碰我？夏怀君，总有一天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你们就看着，看我怎么把夏家闹个天翻地覆，为夏思涵报仇！跪好了，不许乱看！你你一个奴才，也敢对我动手？大小姐恕罪，奴婢知错了。大小姐，皇后娘娘传旨，让您即刻入宫。终于来了。到底是入宫觐见皇后娘娘，怎可这般狼狈？你若不死在宫里，回来我也会叫你死得很难看。同样的话，我也送给你。等着我回来吧，请嬷嬷带路。哎呀！臣女夏子安叩见皇后娘娘。听闻你当众悔婚，莫非是看不上本宫的儿子？娘娘，臣女今日此举实在是迫不得已啊。哦，如何迫不得已？父亲厌弃我与母亲，我若出嫁，母亲无疑，他定会以七出里的淫荡罪将母亲休弃。七出罪名不止通奸淫荡罪，你为何笃定丞相会以此罪名来休弃你母亲？摄政王是在点我，在皇后面前把父亲诬陷母亲的心思挑明，他为什么要帮我？回王爷，七出之外尚有三不去。母亲曾侍奉祖父鞭挞3年，正合此列，为通奸罪不受期限，父亲要休妻，只能以此构陷。难道你公然拒婚，丞相便不会以此休妻了吗？今日臣女当众揭穿父亲心思，他忌惮流言，绝不敢再犯，这是臣女唯一可以保全母亲的办法。大胆！你竟敢毁本王的婚，去保全你母亲，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死罪。殿下恕罪，臣女不敢嫁你，还有一层缘故。说。臣女拒婚，更是因为体寒不育，父亲强令隐瞒，可臣女岂敢以不孕之身嫁给天皇贵胄，耽误皇家子嗣，荒唐！丞相竟敢这样欺瞒本宫！自作聪明，以为说不育皇后便会降罪丞相，却不知犯了梁王的大忌。
梁王为何听到我说不育如此震怒？难道他不育？你敢！心儿，传御医。是。这是癫痫，万一他咬断舌头，皇后定会将罪名算在我头上。你做什么？太医，快给梁王看看，他突然抽搐，不知怎么了。娘娘，王爷突发险症，服了药已无大碍，幸亏你及时堵住王爷的嘴，否则怕是会咬断舌头啊。带梁王去内殿。是。梁王若再发病，太医可用耳针给殿下刺血放血。夏大小姐还懂针灸医术？只是略懂一二。太医，他说的可有道理？回娘娘，耳针放血确可治疗，但效果如何无从考究啊。且在偷耳用针，一旦选错穴位或者力度偏差，只会造成严重后果呀。你先去照顾梁王吧。是。等梁王再次发病，太医束手无策，皇后定会召我来给他医治。只要我对皇后有用，他就不会杀我。如今皇上病重，特封王爷为摄政王，监国理政，还请王爷替本宫拿个主意。本王不懂医术，皇嫂还请自行决定吧。王爷，太后让本宫为你留意适龄女子。本宫看来，夏大小姐是才女袁氏之女，必定知书达理，温良恭俭，十分适合做摄政王妃啊。摄政王监国理政，处处压太子一头，皇后早已不满。如今明知我不悦，还把我许给摄政王，分明是想羞辱他。皇后娘娘，臣女如何配得上摄政王？夏大小姐配得上。皇嫂说的对，本王也该娶妻了。你做本王的正妃最合适。皇后有心拿我羞辱她，她岂会不知这个摄政王到底在盘算什么？夏大小姐，你与梁王婚事，本宫做主取消了，待回禀太后，再为你另择吉日赐婚摄政王。臣女谢皇后恩典。不过今日你利用梁王婚事，当众攀咬相府，闹得满城风雨，皇家严命禁尸，按理本宫应当重罚。可念你一片孝心，本宫便从轻发落。来人，去取一碗红花，让夏大小姐服下。原主身体虚弱，难以受孕，这一碗红花灌下去，便彻底断绝了所有希望。谢皇后娘娘恩典。太后身体抱恙，你便一路三跪九叩出宫，为她老人家祈福吧。是。相爷，老夫人，皇后让大小姐三跪九叩出宫了。啊！夏子安当众拒婚，皇后就这么轻飘飘的让他走了？千真万确，听闻摄政王今日也入宫了，不知是否见了大小姐？摄政王对梁王颇为照顾，
如今下次安拒婚，有辱梁王颜面，摄政王定会寻机报复相府。婉儿，你确定太子会娶你？当然，太子殿下亲口说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东宫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了。我儿糊涂啊！皇后没杀夏子安，不是不想杀他，只怕落个心胸狭窄的骂名。这事只能是我们来做，只有是他死了，才能平息摄政王的怒火。老夫人想何时动手啊？且等点日吧。他若刚回府便死了，那外人便会揣测皇后对他下了毒，有损皇后的名声。母亲，皇后会不会是有心饶恕他？母亲，皇后会不会是有心饶恕他？糊涂！若皇后当真要饶恕他，又怎会让他三跪九叩出宫？这分明是给我们暗示。还是母亲思虑周全。竟然连门都不让我进了。王爷，这夏大小姐似乎有些功底，身手不错，还精通针灸医术。她这个相府嫡女还真是不简单，说不定她真有法子治疗性啊。针灸之术太过凶险，连御医都尚未精通，就算她懂些医理，恐怕也没有把握为梁王下针啊。王爷，你若不愿娶她，属下……本王未来的王妃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啊！王妃？以前我的安儿最怕疼了，手指破一点也要红着眼睛找娘。你都知道了？昨日一见到你，我便知道你不是我的女儿。我的安儿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夫人，我是来替他讨债的，他所咽下的委屈，我都会一一替他讨回来。祖母，父亲，马上就是观音诞了，你罪孽深重，这几日便留在我房中抄经积福吧。抄经？观音诞还有1月有余，老夫人偏偏这个时候要把我扣在身边，分明是想故意支开我。我一走，母亲那边就危险了。老夫人，抄经礼佛最忌污浊。孙女刚服了药，身上药味冲人，想去净房洗手更衣。带她去。是，走吧。我们带干净的素衣和手帕，能否帮我去取一下？真是麻烦。
这不是玲珑夫人身边的晨儿吗？不好，是明瑶。我奉老夫人之命来给夫人置办新衣，开门。夫人有事，不方便见客。大胆！你如此阻拦，难不成夫人出了什么事？没有。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！让开！大小姐，不是在老夫人那儿吗？我身子有些不舒服，回来拿些药油。你们这是？老夫人吩咐我带裁缝来给夫人做几身新衣。老夫人真是好手段，这些人若瞧见母亲与晨儿在床上衣衫不整，便会当场坐实通奸之罪。老夫人真好。管家，奴婢一直守在门外，没人出去过。晨儿肯定还在这儿。来人，快去抓野猫！是。没有野猫，这什么都没有。夫人，那些野猫爪子可锋利了，伤到你可就不好了。没有发现野猫。哪有什么野猫啊？倒是管家一惊一乍，吓着了母亲。哼，小姐恕罪，徐氏跑出去了。你们几个去院子里仔细搜查，免得野猫伤着夫人。是。喂，别动我东西！大小姐，我等奉管家之命搜查野猫，还请您见谅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放肆？你不过就是个失宠的小姐，在这儿摆什么威武？别给脸不要脸！真以为我像原主一样好欺负？我的夺魄环释放一次电击要储能好久呢，最近都不能用了。夏子安娇弱无力，绝不可能把他烧成这样，莫非有高人在背后帮他？大小姐，这贱奴以下犯上，我教训他不应该吗？带走。管家，外面都搜过了，没搜到野猫。进房找了吗？那些野猫最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。小的这就去找。绝不能让他们发现晨儿。怎么，没找到野猫？许是跑了。那还不赶紧走！真以为我和我母亲是好欺负的是吧？小人不敢。走。是。
哎，大小姐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你中了迷药，被丢在我母亲床上。方才管家派人来捉奸，若非我，你早就被人抓走了。不可能，我是玲珑的人，谁敢设计我？玲珑的人，这老小白脸难道是陈玲珑相好？方才我喝了玲珑的茶就晕了过去，难道是玲珑设计我？好啊，这次我可得好好敲他一笔。一会儿我送你离开。大小姐，如今外面肯定还有人在守株待兔。你倒是不笨，换上丫鬟的衣服，一会儿我送你出府。只要听我的，我保你无事。好。你做本王的正妃，最合适不过了。王爷，梁王贤正发作了，情况不大好。还好顺利送走了晨儿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诡计。姐姐，你这进房去的可是够久的。祖母恕罪，孙女方才觉得身子有些不适，便回屋中找了些药服下。那也该回来说一声，你母亲不曾教过你规矩吗？祖母说的对，相府确实没有家教规矩。你本来还想多留你2天，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知好歹。来人！演都不演了，这是想直接毒死我了。你拒婚梁王，触怒皇后，祸及相府，该以死谢罪。饮了这杯酒，我会留你全尸。父亲当真如此绝情？你得罪了皇后和梁王，必将影响我的仕途。我留你全尸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哼，构陷母亲通奸，逼嫡女饮下毒酒，相府还真是男盗女娼，一屋子恶贼。够了，老身已给你留够情面，你要是再反抗，老身只能让人强行给你灌下。相府人多势众，真动起手来，吃亏的也是我。算算日子，梁王也该发病了，眼下得拖延时间，等皇后派人来请我入宫才行。你若能自行了断，我可以留你母亲一命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我喝，但你们记住，下此案便是做鬼，都不会放过你们。哼。来人呐，把他带去祠堂。是。你们最好求神拜佛，希望我死了，否则死的便是你们。放心，你是等不到这一天的。这酒最妙的一点呢，就是它会让饮下去之人受尽折磨而死。带下去。是。走。你就好好在这儿享受临死前的滋味吧。方才我用夺魄环吸走酒中大半毒素，待尽管失真空夺，如今唯有治好梁王，我才有反扑之机。来得这么快，果然是等不及看我断气了。跪下，夫人有话问你。他不是中毒了吗？怎么还有力气动手？哼，死到临头还敢这般嚣张霸道！
陈玲珑，你是怕我活着出去，怕你和陈二那点丧事捅出去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果然没有猜错，看来夏婉儿也未必是夏怀君的孩子。你双居其前，与陈二胡混，怀了身孕，后千方百计嫁入相府。夏婉儿，你以为夏丞相真是你爹？你亲爹是陈二，一个市井混混。你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这个不尊庶母、不敬长辈的贱人给我打死！来人，来人！把他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上啊！快来人！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宣大小姐即刻进宫。摄政王来传夏子安入宫，皇后后脚也来传他，难不成是发生了什么咱们不知道的事？如今夏子安多半已毒发身亡了，哪里还能进宫啊？老夫人，相爷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发了疯，把夫人按在地上一顿暴打。她没毒发身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入宫那日，皇后娘娘到底与你说了什么？为何今日又突然传召于你？祖母、父亲，这是在怕什么呀？逆女，死到临头还阴阳怪气！相府好大的威风！夏大小姐这副模样，如何入宫见皇后娘娘？嬷嬷息怒，是这丫头言语不知轻重，才让我儿一时动怒。只是不知娘娘传她入宫，所谓何事呢？娘娘传召，也是你们能打听的。大小姐，请随奴婢走吧，勿让娘娘久等。劳烦嬷嬷了。此次娘娘传召，无论何事，你都要尽力为之，才可保住性命。否则，你这些如狼似虎的家人，迟早啃得你尸骨无存。多谢嬷嬷爱顾，子安铭记于心，日后定当图报。他竟要报答我这样一个低贱的奴婢。娘娘节哀，梁王殿下哭了。心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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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儿。不对，王爷不是红事，是癫痫发作后激发呼吸暂停，导致急性缺氧，循环衰竭，呈现假死状态。你要做什么？梁王还有救。这哪是在救人，分明是在卖弄风骚。皇叔，你这未婚妻还真是另类啊！夺破环电击只能达到除颤仪一半的效果，希望能让梁王恢复心跳。
娘娘，殿下算是活过来了，只是如何熬过这一关，还得请教夏大小姐。竟然又是你坏我好事，本宫早晚杀了你不可！哼！太医，先来治他。他这是在紧张我？不可能，他这样的高位者，恐怕只是担心我死后无人医治梁王。是。大小姐这是中了阵毒，幸亏及时施针封毒，不然必死无疑啊！阵毒？谁敢给你下毒？我不能让他以为我救梁王是为了邪功妖少，让他为我出头。越是身居高位，越忌惮旁人心思太深。何王爷，眼下救梁王要紧，臣女的身体不碍事。哎，别逞强，梁王的命是要紧，但你的命也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摄政王说的对，思安，你可得保重身子。人人都知道摄政王冷心冷情，怎么偏偏在此刻对我演起情深意重的戏码来了？娘娘，癫痫大发作，易引发肺炎，若不尽快施针，会导致呼吸困难。臣女得帮王爷施针缓解。不能施针，方才御医一针下去，差点害死星儿。除了施针，就没有其他法子了。宫中可有榕树？长生宫附近种满榕树，临近水边。榕树临近水边，阳气是最充足的。烦请王爷尽快向梁王移送长生宫。不行，梁王如今不宜移动，更不宜见风。本王相信夏大小姐。王爷，皇嫂，皇兄曾下令，本王有权做任何决定。本王相信夏大小姐。夏子安，若梁王在长生宫出现任何意外，本宫都会算到你的头上。医者之心，天下大同，请娘娘放心，臣女定当全力医治梁王。梁王的腿是断骨后没有衔接好，骨头生长错位，压住神经线，所以行走不便。太后惠太妃驾到。参见太后。星儿，哀家的星儿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？是你让梁王移来此处的？回贵太妃，是儿臣的主意。胡闹，还不赶紧把人送回去！母妃，方才若不是夏子安精通医术救了梁王，梁王这口气恐怕坚持不到现在。你就是悔婚梁王的相府千金夏子安？是。听阿杰说你精通针灸医术，你师从何人？师从何人？我记得原主母亲有一本金针术，作者是瘟疫，只是不知如今师子是我。回太后，臣女师从瘟疫传。哼，笑话！瘟疫过世100余年了，你竟敢谎称是他的传人？皇宫岂是你撒谎蒙骗的地方？回贵太妃，臣女师从瘟疫传人，并非师从瘟疫。瘟疫的金针术只传给了安然老王爷，可老王爷一直没能找到传人，你竟还敢继续鬼扯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、谎话连篇的夏子安打入报室。是。慢着，阿姐，你还要护着他？梁王依旧命悬一线，话还没问清，此刻抓人，未免太操之过急。更何况，皇嫂曾说要将夏子安许配给本王，不知皇嫂这话可还作数？慕容杰若娶了夏子安，便无法借助相府的势力与太子抗衡，声望也会有损。没想到他竟在这时主动提起，本宫只怕委屈了王爷。母后，您看，
既然阿姐喜欢，有何不可？姐姐，好了，既然夏子安是未来的摄政王妃，那就带下去好好休息，待梁王病情好转之后，再送回相府。滚开！不是本王杀你们的，你们要报仇，就去找杀你们的人。王爷，退开！王爷，滚啊！滚！星儿，这是怎么了？王爷别怕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癫痫后的狂躁和幻视，得先施阵风雪，让他冷静下来。你对梁王做了什么？娘娘，梁王狂躁加重，缺氧产生了幻觉，若不及时抑制，会有暴毙的可能。放肆！当着哀家的面，竟敢说如此晦气的话！太后恕罪，只是医者论证，不敢欺瞒。夏子安，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能否让梁王脱险？臣女定当竭尽全力。既然母后默许，那就全按夏小姐的意思办。接下来，太医院所有御医轮流值班，听其吩咐，违令者斩。夏子安，你若医好梁王，哀家便下旨把你许配给摄政王为妃。倘若3日之后梁王没有好转，哀家绝不轻饶。是。救了梁王又如何？这个夏子安不得丞相宠爱，对阿姐毫无助力。本宫绝不能让她嫁进摄政王府。本王会死吗？我会用尽一切办法救您的，这是我欠你的。你没有亏欠于我，本王本该娶的人就不是你，无端把你拉下水，是本王该跟你说一声抱歉。你放心，就算你救不活我，本王也会跟母后说，不会迁怒于你的。王爷外表虽冷酷，内心却柔软良善，根本不是坊间所说的残暴之人。坊间为什么会流传这样的传言呢？夏子安，你悔婚是不是因为厌恶我？不，我抗拒的不是殿下，而是像物件一样被人利用。那就好，本王还以为你也轻信了坊间的流言。传闻中暴力凶狠的梁王竟会说出这种话。既然你厌的不是本王，那在你心里可曾有一个想嫁的人啊？或者说，若有一个人真心待你，你会不会愿意信他一次？真心？你为夏子安担保，让他给梁王医治。若梁王有个3长2短，太后和皇后岂会放过你？儿臣相信夏子安。你如此护着他，是不是当真动了什么心思？母妃既然知晓，又何必明知故问？他婚配过梁王，名声已坏，人又不受宠，对你毫无助力。你绝不许娶她。即便他侥幸治好了梁王，哀家也会让他死。母妃，希儿那边离不了人，儿臣从今日就搬去长生宫住。你疯了吗？你要和夏子安同住长生殿？哎呀，这岂不是让人说了闲话？儿臣自会确保，无人敢说一个不好。你，这个逆子，从小不在我身边长大，现在果然指望不上他。还好，我还有南怀王，眼下他驻守南国，我得想办法让他返京才行。王爷，从现在开始，
你寸步不离的跟着夏子安，保护好她的安全。是。啊，给我吧。王爷，现在可以施针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施针刺血可以缓解心耳不适。王爷准许。你尽管放手去做，有本王在，无人敢反对。多谢王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对梁王做了什么？娘娘放心，殿下已经没事了。真是奇迹啊！梁王昨日已气若游丝，今日竟好了大半。哎，娘娘，殿下活命有望。烦请太医去看看药煎好了没。是。太后驾到！星儿，参见太后。星儿，星儿如何了？多亏夏大小姐，星儿已经无碍。好孩子，你是功臣，快快请起。殿下不可妄动。不碍事，真啰嗦。星儿要听夏大夫的话。子安，没想到你的医术竟然如此精湛。之前哀家说过一些过分的话，你可莫要往心里去。太后言重了，臣女不敢。星儿，快叫皇祖母瞧瞧。王爷，相府的人一直在打听夏大小姐留在宫中的原因。透露出去，夏子安被打入暴尸，太后与皇后要追究他和相府悔婚一事。啊？为何？倒是夏怀君那老狐狸定会将所有罪名都推到夏子安身上。如今梁王的病需要夏子安来医治，皇后不会坐视不管。王爷是想借皇后的手段对付夏丞相，为夏大小姐出气。本王这么做是为了梁王。他若出事，梁王谁来医治？是。你帮我这么多，一直没向你道谢。那正好，劳烦夏大夫了。给本王揉揉肩吧。夏子安，你若是被指婚给本王，还会悔婚吗？我如今是梁王的大夫，所想所虑都在殿下的病情上，无暇顾及其他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。我去看看梁王的药好了没。竟然这么不经挑逗，慌成这样，倒是有些可爱。你晚点也给本王熏一熏。近来看折子，看得头有些疼。王爷若是头痛，便少喝点酒。你这还没嫁给本王，便想管着本王吧？皇叔，打情骂俏一边去，别妨碍侄儿治病。你小子，你未来的皇婶亲自为你治病，你还挑三拣四。摄政王，
梅妃携丞相玲珑夫人入宫请罪，太后和皇后请夏大小姐去一趟寿安宫。启禀太后，那袁氏恶毒善妒，教唆子安当众悔婚，就是想要报复下官。此事虽与下官无关，可下官御妻教女无方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太后，此事不怪哥哥，都是那个袁氏太恶毒了。臣妾还是贵嫔的时候，袁氏常入宫请安。有一次，宫女打翻了茶水，他一怒之下，竟命人打死那个宫女，可见其心歹毒。生下原主后，母亲便闭门不出。梅妃是贵嫔时，她根本没入过宫。父亲，在您心中，母亲当真是这样恶毒的人吗？夏子安不是被太后关在报室吗？怎会出现在这儿？太后，刚才梅妃娘娘说我母亲心很暴戾，臣女想把那宫女叫来当面对质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本宫早就忘了那个宫女的名字，也不知道调到哪个宫，也许早就放出宫了。子安，你莫非质疑梅妃娘娘捏造事实？这可是大不敬之罪啊！我确定梅妃娘娘就是在捏造事实。夏子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污蔑本宫！摄政王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杰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母后，儿臣是来找未婚妻的。又或是心上的暗中未婚妻？王爷，你要娶夏子安？这殿中除了她，还有何人能配当本王的王妃？夫人，莫非不赞成？妾身不敢，只是他定过一次亲，妾身是怕委屈了王爷。定过一次亲又何妨？夫人不也成过亲？后来还不是嫁给丞相，得到丞相多年的疼爱。子安，方才你说梅妃捏造事实，污蔑你母亲，可有证据？只要找到我母亲的入宫记录，便可证明我没有诬陷梅妃娘娘。孙公公，去查查。是。母后，今日儿臣听到外面有人议论，说子安被您和皇后打入了报室。怪不得丞相要如此，是觉得哀家要责怪子安悔婚，着急撇清关系。臣不敢。哀家与皇后从未想过要置子安于死地，更何况他救治的梁王是我皇室的功臣。回禀太后，奴才查过了，丞相夫人在梅妃娘娘还是贵嫔时没有进宫记录。梅妃，你作何解释？太后恕罪，许是臣妾记错了，这才一时失言。太后，梅妃娘娘是您的儿媳妇，我们家婉儿呢也即将嫁给太子，以后咱们呀可是一家人。住口！一个妾室也敢在本宫和太后面前攀扯亲情，相爷真是好家教。袁氏才情过人，聪慧知礼胜他100倍，你居然为了这么一个女人冷落袁氏，丞相，你好糊涂啊！太后，妾身不喜袁氏，相爷和婆母也不喜她，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她人品有问题吗？玲珑夫人，这殿中除了丞相，也无人喜欢你，莫非你人品也有问题？王爷，你怎能如此说我？你要娶夏子安，还得我这个做母亲的同意才行。我的母亲是相府主母，夏婉儿的婚事倒是要经过她的同意，我的婚事你无权左右。住口！她是你庶母，你怎可这样说话？庶母，说到底也是妾。什么时候
轮到一个主子不主子、奴才不奴才的人，跟正式嫡出的大小姐叫板，相爷的家教也太奇怪了。你怎敢如此说我？我好歹也是丞相夫人。当初玲珑才情动人，怎么如今变得似个市井泼妇？还不将丞相与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妇人请出去，莫要再打扰了太后娘娘清静。相爷夫人，请吧。梅妃信口雌黄，回去抄写女诫100遍，再有下次，哀家绝不轻饶。是啊。如今皇帝病重，前朝后宫不能乱啊。玲珑夫人，夫人，皇后娘娘请您去晋宁宫喝茶。万不可再得罪皇后，否则婉儿休想嫁给太子。我去找梅妃陪你，有她在，皇后会有所顾忌。好吧。走吧，娘娘有令，为给太后祈福，夫人需3跪9叩到晋宁宫。什么？这分明是在为难人！当着大小姐也是一路跪着出宫的，大小姐金尊玉贵都要如此，你一个妾室，敢抗旨不成？好，我跪。知道本宫为何要这样做吗？娘娘是想为臣女出气。没错，你救了希儿一命，本宫便帮你一回。当年你父亲与陈玲珑的故事，你可曾有耳闻？听闻父亲是倾慕陈玲珑的才情。哼，陈玲珑有什么才情？当年你父亲被一幅画吸引动心，可那画根本不是陈玲珑所画的，而是你母亲所做。皇后娘娘，你且先到屏风后休息，本宫会让你看清楚这陈玲珑的才情到底有多惊人。皇嫂，此等好戏，本王可否一同观赏？摄政王请便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相爷来早了，好戏还没开场呢，请到帷幕后稍等片刻，等会儿本宫与夫人有话要说。是。妾身参见皇后娘娘。夫人，本宫冒昧邀你入宫，
是有事相求。皇后娘娘，尽管吩咐就是。这画不是我当年送给相爷的吗？怎么会在皇后手中？夫人可认得此画？此画是婉儿送给太子，太子又转送了本宫。本宫听闻此画是当年夫人送给相爷的，这宫中的画师都不及夫人之手啊。娘娘谬赞了，这画不过是妾身随意做的。来人，把这个意图颠覆我大周王朝的乱臣贼子拿下！皇后娘娘，妾身怎么会是乱臣贼子呢？太祖自怀起，你花木槿花败而梨花开，暗指李家王朝卷土重来，还敢说不是乱臣贼子？皇后娘娘，这画不是妾身做的，是袁氏做的。你说这画是袁氏所作，可为何会在你手中呢？这画本是袁氏送给安亲王的，是妾身收买了袁氏的侍女得来的。你说袁氏送画给安亲王，岂不是指他被夫偷汉，诬陷丞相夫人，可是重罪。妾身不敢。袁氏贵名翠玉，她的侍女说，画中翠鸟起于槐树，是暗指相爷夏怀君。袁氏送此画是想告知安亲王，以寻得良知，盼王爷莫再苦等。至于谋逆之说，妾身实不知情啊！还敢狡辩？你真拿本宫是傻子吗？杨嬷嬷，掌嘴！是。皇后娘娘，这画真是袁氏做的。既然如此，本宫便让他入宫与你对质。杨嬷嬷，去接袁氏入宫。是。你将这么个女人，宝贝似的宠爱了10几年，本宫如今倒是理解袁氏为何对你冷淡。男子3妻4妾，天经地义。我乃当朝丞相，只有1妻1妾，胜过天下大半男子，是袁氏太不知足了。哼！娘娘，丞相夫人到了。臣妇袁翠玉参见皇后娘娘。袁夫人，你可认得此画？你不能否认，这就是你画的，千真万确。回娘娘，此画确实是臣妇所作。娘娘，她承认了，是她画的，和妾身无关，和妾身无关呢。袁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意图用此画颠覆朝廷！娘娘，此画是臣妇送给安亲王的，并无暗指颠覆朝廷之意。你花梨花开，木槿花败，暗指李家会复兴。木槿花是太祖的字，你就是意欲谋反。木槿朝开暮落，日出便会再绽放，何来败意？梨花似雪，而雪冬日才有，冬日又是1年之中，若是暗指，也指李家天下气数已尽。不愧是皇后，让夏丞相亲眼看到母亲和陈玲珑的差别，真是杀人诛心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但当时你做此画时，已嫁与丞相为妻，为何又要送画给安亲王？当日安亲王立功归来，登门求亲，可我已许下婚约，安亲王立誓终身不娶。我做此画是想告诉他，我也觅得良人，请他忘了我。你母亲当时做这幅画时，一定深爱你父亲，只不过她没料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她会被辜负得这样惨。真心瞬息万变，哪有一生一世的爱？
有的。可此画并没有落入安亲王手中，你的侍女将此画卖给了陈玲珑，陈玲珑又将此画送给了丞相。臣妇知道，当日夏怀君带着这幅画回来，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子，要引她回府，封为夫人。他竟给你看过此画，那你为何不告诉他，此画是你所做的？他慕我名求娶，我嫁与他为妻，可他却认不出我的画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便知道他不曾爱过我，心也就死了。你可有后悔？相爷，出来吧。相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相爷，可还有话要说？臣无话可说。那相爷可愿签下放妻书？袁氏声望极高，若与他合离，万人会指摘我的不是。臣不愿。他这个人既看重脸面，只会休妻，绝不会同意合离。当年的事有待考究。既然这幅画是送给皇兄的，那本王就物归原主。安亲王，皇兄为了你母亲终生未娶，皇兄对你母亲用情至深。相爷的家事，本宫也不宜过问。既然你不愿，那便算了。什么？娘娘，这幅画你不追究了吗？你给我住口！娘娘，臣妇告退。他或许会后悔错待了你母亲，但不会太久。在他心里，功名利禄重于一切。是啊，他就是一个凉薄无心的人。多谢娘娘。不必，你救了梁王一命，本宫帮了你一次，两不相欠。是，臣女明白。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贱人！你为何不同意皇后的提议？莫非你对她还有感情？她仗着才气，傲视一切，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男人都三妻四妾，她凭什么要求你为她独守一生？她以为自己是谁？你打我！你怎么敢偷他的画来送我？你就不怕他揭穿你吗？他敢！虽说他送这画给安亲王是想让安亲王死心，但谁知他是不是暗藏情意？安亲王，原来这么多年，他心里爱的始终是安亲王。哼！丞相，丞相，您不能进去！闪开！慕容子，你来做什么？你这个伪君子啊！17年了，你背着我与袁氏私通，你堂堂亲王，竟是如此下流无耻之人！放肆！谁许你侮辱他？你敢打我，夏奎勋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本王是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才对你处处忍让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他，我告诉你，他就算是死，也是我相府的鬼！来人，将他给我丢出去，狠狠地揍一顿！
你无耻！你无耻！怎会有这般厚颜无耻之人呢？阿宇啊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眼光太差。相爷，丞相，相爷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受伤了？你还有事瞒着我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是，我是没什么才情，可是我有爱你之心啊，相爷。父亲母亲，我和太子殿下终于生米煮成熟饭了。真的？母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被人打了？父亲，你也被打了？不要管我的事啊！你跟太子真的成了？当然了，太子说他会和皇后说我俩的婚事，我马上就是太子妃了。很好，不容结慕容子，本相也有与你们抗衡的资本了。父亲母亲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今天出去的时候遇到了打劫的毛贼，没事，人已经抓到了啊，没事。你先回房吧，我跟你母亲还有事情要说。是，女儿告退。我看在婉儿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，你给我安分点，不要再惹出幺蛾子。我什么时候给你惹出乱子了？你别把袁氏给你的侮辱算在我头上！得让梅妃尽快解决夏子安这个孽障才行。既然梁王情况已稳定，本宫明日便送他回府，每日会有人接你到梁王府为梁王治病。是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彻底治好梁王的腿？断骨重生不易，大约要半年左右。好，但3个月后，本宫要看到你的成效。是。杨嬷嬷，明日你跟着夏子安出府吧，这半年的时间里，要好好照顾他。是。皇后是想监视我，只是她大概没想到杨嬷嬷对我并非全无情分。王爷找我有事。等安亲王入宫，你将这幅画送给他。王爷怎么会知道他今晚会入宫？他一定会来的。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花，本王要离开几日，照顾好自己，懂我。好。心跳怎么这么快？不对劲，这太不对劲了。拜见安亲王。你就是夏子安？是。听说你救了心儿啊，不愧是阿宇的女儿。你母亲近日可好？回王爷，母亲很好。这话是摄政王叫臣女转交给您的。多谢。王爷不看看？看过了。王爷都没打开过，如何看了？心里看过了。照顾好你母亲，我先走了。
还真是个情痴。当年母亲若是嫁给安亲王，或许会幸福的过完一生。明日便要出宫了，希望别再出什么幺蛾子。姑娘，你不是说梅妃娘娘让你带我去向太后辞行吗？这也不是去寿安宫的路啊。夏子安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，动手！若不是这几日夺魄环耗能太大，能量不足，就不是让你们睡过去这么简单了。你都这么久没来找我了，难不成是有了别人了？怎么会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人。谁？快从后窗走，别让人看见。这身影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太子？怎么是你？你竟然没死！这香味我也在太子身上闻到过，难道太子和梅妃乱伦？我还活着，让娘娘和相爷失望了。你来这里想干什么？我知道是夏怀君让你动的手，既然你们都想要我死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。你竟然敢威胁本宫！你要干什么？来日方长，我陪你们好好玩。你是谁？夏小姐，我是宁荣。王爷出事了，现在命悬一线，快跟我走！夏小姐，快救救王爷，他快死了！为什么看见他伤成这样，我的心会这么难过？王爷，他怎么样了？王爷到底怎么样了？能做的我都做了，他伤得太重，就看他能不能撑下来了。王爷要是有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些王八蛋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谁将他伤成这样的？王爷私下去查太子党，私吞军饷，卖官鬻爵一事，却遭内奸出卖，被2部人马围攻，其中一部是皇后和太傅的人，另一部我不清楚。对了，金针术，说不定瘟疫的金针术能救他。我回到相府，你守着他。王爷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这书的后半部分用的竟然是简体字，难道
瘟疫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。母亲，这书您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这是我未出阁时安然王爷所赠，说是未来会遇见有缘人，成为瘟疫传人，继承金针术。未来瘟疫传人，难道说的是我？子安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脸色不好。母亲，我怕我救不了他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子安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，但看得出来你很在意他。你现在不能乱，要稳定心神，才能想办法救他。对，我不能乱，他还在等着我。找到了，只要封住奇经八脉，2年后以金针护住心脉，再配以生血桂露汤，便有生机。母亲，我有办法救他了。看来这孩子是找到意中人了，但愿他们能有个好结果。策马萧萧过残岗，听晚来风怒又连环。物是云台未消散，余生望你静若安澜。夜明知是风浩帆，孤影独我难负众攀。有朝只是写一生的傲然，为你带花残。又或许心上你暗中也无安，无可或缺你在旁。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哭什么？眼睛红红的，像个小兔子。分明一世之中人，谁能独善其身？王爷，这次我差点以为你真的要死了，还好夏大小姐把你从鬼门关拉出来了。明知相拥于天地双生，为你不止一生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暗卫已经把你身死的消息传回京城了。你到底在计划什么？为什么要传假消息回去？假死脱身，引蛇出洞。子安，我的事情不能向任何人透露，尤其是我母妃。为什么？她若是知道你死了，肯定会伤心的。她不会。本王倒是很开心，能有时间和你单独相处。别打岔，另一波伤你的杀手是你母妃的人吗？另一波伤你的杀手是你母妃的人吗？是。她不是你的生母吗？为何要杀你？若我出事，她便可借机召回驻守在南方的南怀王，与太子争夺储位。南怀王，我从小就过继给太后抚养。南怀王是太妃最为倚重的儿子，也是我的亲弟弟。当年皇兄察觉出了他的狼子野心，便派他去南国驻守，无诏不可返京。所以贵太妃早就知道太傅的伏击计划，她暗中派出杀手，只要杀了你，一切便可推到太傅与太子身上。她再将此事闹大，南怀王便能以为兄奔丧，保护母亲为由返京。母妃一直逼我争储，我不愿。她知道日后一定指望不上我，便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南怀王身上。但他再怎么说也不能为了扶你弟弟上位而杀你啊！心疼本王。下次扎针，我扎不疼你就算我输了。好好好，手上拿针的人最大。你看起来很憔悴，要不上来睡会儿？不用了，我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。上来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日后我们一定会在一张床上睡的。
你当真打算娶我？怎么，你想悔婚？你不像是那种会乖乖任人摆布的人。太后和皇后的赐婚，你大可以反对的。反对的理由呢？我不育，名声太差，琴棋书画样样不精通。本王是说你反对的理由。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本王认识的子安倔强固执，绝不会妄自菲薄。除了你，无人配站在本王的身边。可是我京中好名声的姑娘一抓一大把，我都不稀罕。至于孩子，我娶你是为了传宗接代吗？我要的只是你这个人。你真的想娶我？不然呢？母妃，儿啊，一别3年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母妃，慕容姐死了，为何尸体会失踪？没有派人去找吗？应该是倪荣做的。他想隐瞒你兄长薨逝的消息，来稳定朝政。可现如今京中人人皆知，他想把尸体藏起来，也于事无补。那就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当众揭穿太傅与太子串通，伏杀摄政王之事，把太子拉下马，我便能名正言顺地留下来监国了。你的兵马呢？就在城外，只等揭穿太子罪行，便可一呼百应。好，母妃可全指望你了。你虽与阿杰不和，但这次哀家牺牲了你兄长保全你，日后你登基定要追封他为皇帝，知道吗？好，追封他为皇帝，他有这个福分吗？做梦去吧！夏子安，你开了药，为什么总这么苦啊？不苦啊，我尝过的。快趁热喝。除非你再喝一口，如果你喝的时候不皱眉，我就喝。不苦，我这次加了甘草，回味香甜。莫非是本王的舌头出了问题？好，你又骗我！王爷，昨日皇后下旨，给太子和夏婉儿赐婚。今日丞相和太子一党跪在太后宫外，逼太后让太子监国理政。这老狐狸这么快就忍不住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果然不出王爷所料，贵太妃以死相逼，是让南怀王回京。太后无奈答应，南怀王已于昨夜回京。母妃还真是迫不及待。对了，今晚太后要召集百官宗亲，商讨由谁执政一事。准备一下，今晚回宫。是。子安，这一路或许很危险，但我会尽全力护你周全。我不想一直躲在你身后，受你保护。慕容姐，我也会尽我所能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好，若今晚顺利，我便当众宣布与你的婚事。这把匕首是父皇赠予，由玄铁铸造，锋利无比，便送给你，为定情信物。人家送定情信物，多半是金银珠宝，还有送匕首的。不要算了。送出去的东西没有收回的道理。
花落莲落谁之间，圈起每一件抖落的缘分。窗中窥你回礼，你看你要哪样？这指环，指环不行，这是我研发出来的宝物，很有纪念价值。本王是想说，这指环太丑，本王不要。你若想送本王回礼，就送本王一个你绣的香囊吧。好，不过我不擅长这个，绣的不好，你可不能嫌弃啊。只要是你绣的，本王都喜欢。太后，如今摄政王空室，无人理政，臣建议由太子亲自监国。皇祖母，孙儿身为太子，责任在肩，不可推卸。再者，孙儿是父皇亲封的太子，监国摄政，名正言顺。太子无权主政。母后，主政之人绝不能是杀人凶手。九皇叔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母后，经七皇兄贴身侍卫倪荣指认，这人正是当日伏杀皇兄的刺客，他已全部招供。这幕后指使之人，便是太子与太傅。这就是从刺客手上搜出来的密信，其信上的笔迹印笺，皆是出自太傅之手。母后，儿臣自荐，暂代监国一职。阿姐不在，若今日让南怀王定了太子的罪，大权就要落入他手里了。摄政王到！什么？摄政王？他不是死了？摄政王竟然没死！他竟然没死，这怎么可能？母后，儿臣来晚了。好，回来就好。哀家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儿臣有贵人相助，即便到了阎王殿，那阎王爷也不敢收我。这匕首不是先帝送给阿杰的吗？他一直视若珍宝，现在却送给了夏子安。看来这傻小子是动了真心了。本王既已归来，自当遵皇兄之命，继续监国理政。诸位可有异议？臣不敢。皇兄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此次乃是太子与太傅派刺客刺杀你，从刺客身上搜出来的信件便是证据。臣弟已经交给了太后。眼下若给太子定罪，百官定会逼太后重新选立太子，到时朝堂就要大乱了。母后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儿臣吧，您可以先回宫中休息。也好。皇兄这是做什么？这信落的是太傅的印笺，但本王熟知太傅笔迹，此信是伪造的。刺客就在这儿，皇兄若不信，可以审。没想到慕容姐的内力这么强，竟能隔空取人性命。不愧是皇兄啊！倪荣，将南怀王送回南宫，派亲卫把守。若南怀王再无诏入京的话，就地斩杀。慕容杰，母后和母妃都没让我走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摄政监国，凭你在城外的人都被我的亲卫控制住。母妃救我！我不要回蛮荒之地！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
荣杰，他是你的亲弟弟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相比于母妃所做的事，儿臣已经很仁慈。来人，将贵太妃送回宫中，没本王允许，不得踏出宫中一步。你想囚禁我？母妃已经老了，可以颐养天年了。慕容杰，你囚禁生母，残害手足，你会遭报应的！听闻太子曾调用5000亲兵搜寻本王的尸体。没错，本宫担心皇叔，有问题吗？太子难道不知道，没有兵符合本王的调令，擅自调用亲兵超1000者，杀无赦。本宫是当朝太子，你就要杀本宫？传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子年少气盛，若行为不端，做出有违国法之事，摄政王可代朕行使废太子之权，钦此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摄政王要是废掉太子，那我岂不是做不成太子妃了？可我的生死都给太子了。父皇在圣旨里说，若本宫有违国法才可废除。你如今仅出圣旨也没用，本宫没有违反国法。你私自调动兵马，犯了军法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，将太子带下去，杖打50大板。慕容坚，本宫是太子，你无权杖打本宫。走，你们这群废物，放开我！不好，放开我！放开太子殿下，放开他！救我！放！太傅，王爷，你身为太子之师，纵容太子犯下大错。来人，将太傅拖出去，重打30大板。眼下形势所迫，慕容杰不能太过冒进。他是在等待，只要太子再次犯错，他便可名正言顺废掉太子。王爷，这江山迟早是太子的，今日你当着众大臣的面责打太子，简直是有辱国体。皇后娘娘，您说是不是？住口！夏婉儿不辨是非，擅闯皇宫，不堪太子妃之位。皇嫂，我看这门婚事就此作罢吧。皇后娘娘，臣女与太子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你不能不让太子娶臣女。这相府二小姐竟如此不知羞耻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皇室怎能娶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荡妇？传出去，岂非让人笑掉大牙？丞相，你真是好家教啊！传本王令，即日起废除夏婉儿与太子的婚约，夏婉儿不得再嫁入皇室中人。不日，本王便要迎娶相府嫡女夏子安为摄政王妃，到时还请诸位一同前来喝喜酒。夏子安，你不要以为嫁给了摄政王就能保护得了你。他虽然手握大权，但他抗衡不了我。上天眷顾我多年，如今也一样会站在我这边。你错了，如今我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我命大，而是你气数已尽。如果上天站在你那边，我就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哦，对了，过几日便是祖母的生辰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丞相大人，敬请期待吧。夏怀君，你和整个相府就等着身败名裂，沦为京中笑柄吧。
他这是被谁揍成这样了？看着还真是爽。本王派人揍的，给你出气。不愧是你啊，下次下手可以再狠一点，他黑心黑肝的扛揍。好的。陈儿，疯子，陈儿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啊！你说怎么回事？会跟陈玲珑断绝关系？我才从娘家帮你借了银子过来，你竟然骗我，还要跟这个婊子在一起，你有想过孩子吗？他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，我生的呢，我生的也是你的骨肉。贱人，胡说八道什么？给我滚回家去！这出戏你安排的？可费了我好多功夫呢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你再敢胡说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我胡说？你问问你那个不要脸的娘，你娘嫁给你父亲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怀了你？你真以为你是高贵的相府千金吗？放屁！你就是这下流胚子陈二的女儿！来人，给我把她赶出去！是。母亲，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？既然当初你嫌弃她没出息，选择怀着她的孩子嫁给丞相，为什么还要回来纠缠她？这么多年，她一有空就跑到丞相府，因为你，我们这个家都散了。我没有。父亲，你应该不会相信这个疯妇说的话吧？相爷，这事我本不想说，可是我不忍心看着您被他们坑骗。这些年，陈儿没少和陈玲珑苟且。陈儿，现在我要和你恩断义绝，我会带着孩子离开京城，以后你休想再见到他。父亲，为这妹妹和玲珑夫人清白，不如滴血验亲。是该好好验一验。若真为旁人白养了10几年的孩子，这当朝相爷的脸可往哪儿搁呀？相爷，不能验。陈儿，就算你不认罪，滴血验亲也能验出真相，坦白从宽啊！相爷饶命啊！当年都是陈玲珑那个贱人，想借着孩子攀相府告知，与小人无关啊！陈儿，你给我闭嘴！相爷，小人所言句句属实。陈玲珑当年嫁入相府时已怀胎3月，她谎称7个月早产，实则根本就是足月所生啊！相爷饶命！相爷饶命！相爷，原来夏婉儿真不是你亲生女儿。哎，您节哀吧。还好今日父亲发现了真相，不然父亲可就要替别人养一辈子孩子了。今日怠慢了众位贵宾啊，先请回吧。改日啊，老身再一一登门谢罪。走吧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。好戏结束了，王爷还不走吗？不愧是本王看上的女人。母亲，咱们也走吧，别耽误相爷处理家事。杨嬷嬷，你马上安排人送陈儿媳妇离京，给足银两，让她和孩子们好生过日子。是。陈玲珑和夏婉儿的路算是走到头了，夏怀君睚眦必报，定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
相府的脸让你丢尽了。相爷，我和陈儿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我现在爱的人是你呀。虽然婉儿不是你亲生的，但是你毕竟养了她10几年，不是亲生，胜似亲生啊！住口！我与你先夫是多年好友，你双居期间，我去探望，见你大门紧闭，不与外人联系，只当你是洁身自好。你送我一幅画，栩栩如生，胜过元翠与万千，我便认为是上天辱没错待了你，对你心生怜惜。没想到今天却成了折入我的刀。相爷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父亲，我不会认陈儿的，您放心，我就只认您一个父亲。一个下贱人的种，也配叫我父亲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相府，打残沦为乞丐！父亲，父亲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谁敢施舍他，便是与相府为敌！相爷，你饶了他吧，相爷！来人，将陈玲珑、陈二乱棍打死，拖去乱葬岗！相爷饶命！相爷饶命！相爷饶命！我错了，相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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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了，相爷，相爷，饶了我吧，相爷，饶命啊，相爷！不用力打！我错了，相爷，饶了我吧，相爷！饶命！母亲，我这修的对吗？怎么这么丑啊？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大小姐、夫人，夏婉儿被丞相打残，丢出相府，沦为了乞丐。陈玲珑和陈二被乱棍活活打死，丢去了乱葬岗。不愧是夏怀君，下手这么狠。嬷嬷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母亲，如今陈玲珑和夏婉儿已经付出了代价，接下来该轮到夏怀君和老夫人了。何止只有夏子安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却一直想要杀了她。母亲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如今夏子安对你心存怨恨，你现在就算对他再好，他还是会恨你，报复你。可我是他的父亲啊！事到如今你还这般天真，你真以为经过逼婚、毒杀、设计、陷害之后，他还会认你这个父亲吗？如果他会，今日他不会让你丢尽颜面。可他现在是我唯一的孩子。你现在一个孩子都没有，她也不是你的女儿了。从你逼婚开始，她就是你的仇人，她每日所想所虑都是要把你置之死地。你以前被陈玲珑迷惑，这些年只有她一个妾室，自然自肆稀薄。你还年轻，可以再娶几房，为你开枝散叶，你以后啊还会有孩子的。母亲说的是，今后若想家宅安宁，夏子安和袁氏绝对不能留。
母亲说的其实，夏簪现在恨我入骨，断不能留。她若嫁给摄政王，势必会影响我的仕途。必须找机会除掉他们。听子安说，你的旧疾已经快好了，相信假以时日，子安定能将你治好。多亏了他，不然我这一辈子都是个跛脚王爷。王爷，夏大小姐来了。乔乔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我家子安来了。你家子安？哦，口误，我家大夫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不跟你抢，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你直接说他喜欢你得了呗。怎么大清早就过来了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本王好派人去接你。来给你换药啊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我不打扰你们谈情说爱了，走了。风吹雪落，眉香如檀，而你以为深深满。我怎么记得这些伤口都准备结痂了，怎么又发红？你是不是又偷偷喝酒了？没有啊，滴酒未沾。王爷，你要是想让伤势赶紧好转，就听我的。是。不要再喝酒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王爷，石头村出现了咬人的僵尸。僵尸？是，那咬人的僵尸逃了，被咬的人发烧低热。京兆以来请旨，派人进石头村搜寻那僵尸。听起来不像是僵尸，倒像是传染性病毒，必须尽快找到第一个咬人的人，不然很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爆发。倪荣，立刻派人协助寻找。是。王爷相信是僵尸吗？其实，这些灵异鬼怪的事，本王见过。啊？其实，在你身后，一直站着一只身穿红色衣裳的女鬼。骗子！在你转身那一刻，你就输了。好了，我去石头村看看。注意安全。会咬人的僵尸。袁翠雨，闹到今天这个田地，你竟然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品茶看书？我们都活得好好的，让你失望了。所有人都说我配不起你，都说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娶了你这个名动天下的才女。没有人看见我的付出与努力。我是大周朝最年轻的丞相，我凭什么配不上你？你是不是以为如果当初嫁给了安亲王，他便会一生一世对你好，不会三妻四妾？你别傻了，袁翠玉，他如今依旧为你守身，不过是因为还没得到你。你这般清高孤傲，一旦嫁给他，他只会像我一样厌弃你。你既然厌弃我，那就和离吧。你想与我和离再嫁给安亲王？做梦！哼！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夫人。哼！很快就轮到你了。
母亲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在等你啊！你不回来我不放心。摄政王怎么样了？再有几日便能痊愈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明日你陪我回元府看看吧，好久没回去了。袁老爷子和老夫人辞世后，元府常年无人居住，只怕早已落叶堆积，荒废了。母亲听说有人打扫。难道是安亲王？安亲王真是个有心人，可惜了这段良缘。如果当初母亲嫁给安亲王，该有多好。安亲王，母亲与王爷多年未见，想必有很多话要说。我去附近逛逛，你们慢慢聊啊。参见王爷。你我之间何须多礼？这府邸已经许久没有人来了，大小姐得空回来看看，真好。是的，一直想回来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来府中找大学士，你便在这个亭子里作画。王爷还年轻，该寻一良人共度余生。我已有心仪之人，等到便等，等不到便这样一辈子，那也挺好的。他成亲那日，我跟自己就说，这辈子无缘，我下辈子早些来，下辈子还迟，我下下辈子继续等，总有等到他的时候。可那年我没有挂帅出征，而是先下快军一步登门求亲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？纵天下人背叛你离弃你，我都会在不远的地方守护你。你若需要我，我会来；你若不需要我，我便静静地守着你。一辈子很短，下辈子我一定早些来。如果那年你没有出征，如果那年夏怀君没有别有居心的来向我父亲求娶，或许……夫人和大小姐的院子着火了，快救火！都安排好了吗？母亲放心，一切安排妥当。夏子安与袁氏今夜必死无疑。王爷，属下查到夏怀君从疯人岛带回来一个人，安置在石头村，那人八成就是咬人的第一个僵尸。是他？没错，暂时还不知道他的动机。继续查，还有，派人时刻监视夏怀君。是。王爷，不好了，夏大小姐出事了。走水了，快来人啊！水呢？夏咱呢？来人！王爷，快来人！大小姐和夫人都被困在里面，恐怕，谁？王爷危险！夏咱，王爷，快走，这有他了！不行，夏咱还在这，我不能走。夏咱，我事太大了，夏咱，再不走你也会死的，你清醒一点。哎，夏咱。王爷，夏三，你不能抛下我。咋回事啊？馊水了？王爷，你没事吧？脸都黑了。这么拼命是在救谁啊？谁在里面啊？笨蛋，本王当然在救火啊！里面有谁？我怎么知道？走吧，
让他们好好说说话。夏大小姐，你吓死王爷了！王爷以为你在里面，疯了一样进去救你，差点死在里面。你这么不顾性命的救我，为什么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觉得是。不是。哎呀，你想太多了。本王只是……你只是想还我救命之恩，不想欠我，所以才尽力救我，被我猜中啦，对吧？你说你这人怎么能这么聪明？简直聪明的让人嫉妒。是的，的确如此。本王总不能欠你一个小女子的救命恩情吧？慕容姐，谢谢你。王爷能否借一步说话？怎么，还要找个没人的地方继续嘲笑我吗？对不起。不接受。你应该说没关系。是丞相动的手吧？本王这次绝不会饶他。不用，我会亲自报仇。子安，本王不可能时刻都守在你身边，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，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慕容姐，这是你对我说过最好听的话。我有点想哭了。其实你不毒舌的时候，是个特别好的人。现在知道本王的好了。什么？夏子安和袁氏没死？是，死的是管家和舒玉，他们是被困在房间内活活烧死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本想将夏子安和袁氏困在房间里活活烧死，没想到那两个废物竟然失了手，还把自己的命搭了进去。死了也好，不会供出我们。唉，错失良机，夏子安定然有所警惕。再想神不知鬼不觉的弄死他，就难了。什么人？老夫人，父亲，这是要弄死谁啊？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管家和舒玉的死，是我对你们最后的警告。如果再敢对我母亲动手，下一个死的就不知道是谁。你不是人，是恶鬼。没错，我是从地狱爬回来的恶鬼，来找你们索命来了。今日之事，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。今日之事只是个误会。误会？相爷还是跟衙门说去吧。哼，管家和树玉都烧死了，你没有证据，报官也没用。我是没有证据，可是我有证人啊。杨嬷嬷，烦请嬷嬷将今夜所见所闻说与丞相听听。是。今夜奴婢亲眼所见，管家和舒玉锁门放火，意图烧死大小姐和夫人。后来大小姐抓住了舒玉，舒玉亲口承认是丞相和老夫人指使的。哼，首先舒玉已经死了，其次他是你的人，他的话不能作为证据。丞相怕是记错了，奴婢是皇后娘娘的人，只是奉命来监视大小姐的。夏子安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能善罢甘休？我可以不报官，但是你必须与我母亲和离。不可能！相爷和老夫人好生琢磨琢磨，用你相府的平安无恙换取我母亲的自由，谁赚谁亏？好，母亲，你的官途和相府的声誉大于一切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皆可舍弃。恭喜母亲，你终于自由了。自由了，
子安，谢谢你。母女之间不说这些，这辈子你都是我的女儿。如今母亲与相爷和离了，以后住哪里呢？元府吗？对，明日一早便回元府。大小姐，相爷来了，喝了不少酒，说要找夫人。袁三爷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袁三爷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母亲，我去打发他走。子安，叫你母亲出来，我有话对她说。你走吧，母亲不想见你。夏子安，虽然我与你母亲和离了，可你还是我的女儿，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？相爷还真是善忘，你的女儿夏子安已经被你活活打死了，她是被你亲手杀死的。我不与你胡扯。袁三宇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躲在里面干什么？滚出来！相爷请自重。我自重？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剥夺了。夏子安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为什么这么狠毒？我杀了你！住手！你敢！夏怀君，你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袁翠羽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把我碎尸万段！袁翠羽，你可还记得我们也是双双缠发，发誓要厮守终生？你早就忘了，我现在也忘了。这16年来，你从未念过半分夫妻情分，也从未善待过子安，是你害死了他。是我害死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母亲，若我早一些强硬起来，我的女儿或许就不会被他们害死了。子安，你也是我的女儿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子安，母亲带你回家。夏子安，陈玲珑和夏婉儿已经自食恶果，接下来该轮到太子、丞相和老夫人。伤害过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二哥，这袁夫人和夏怀君和离了。袁夫人已是自由身，你不打算做点什么，去追求下你的爱情？我也等了这么多年，不差这几个月。我要等到他彻底从相府的阴霾中走出来，等他重新接受新生活，再去追求他。那你说，你要是把他追回来，我是继续叫你二哥呢，还是叫你岳父啊？哎，这不管怎么说，都是你占了我的便宜啊！你不娶子安不就行了吗？那你还是占我便宜吧，娶我是一定要娶的。哀家听闻你母亲和离了，还好吧？谢太后关心，如今母亲回了元府，一切都好。那就好。哀家知道安亲王对你母亲的心思，但哀家不会准许他们在一起。太后是觉得我母亲配不上安亲王，此乃其一。其二呢，是你将要嫁给阿杰。
安亲王和阿杰是兄弟俩，母女俩嫁给兄弟俩，就乱了辈分。子安，你可要好好劝劝你母亲啊！太后娘娘，母亲与安亲王之事，臣女不可控制。你若不肯劝你母亲远离安亲王，哀家便不会为你和阿杰指婚。若因臣女要嫁王爷而连累母亲，那臣女宁可不嫁。哼！你在威胁哀家？你以为阿杰会非你不娶吗？臣女不愿为了自己而牺牲母亲的幸福。虽说他与安亲王最后未必能走到一起，可臣女不愿劝说半句，一切只能顺其自然。而且臣女希望母亲能幸福。哀家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收回你刚才说的话，否则哀家便不会为你和阿杰指婚。臣女宁可终生不嫁，也绝不劝说母亲。臣女告退。太后，这个夏大小姐果然如太皇太后信上所说，心地纯良，不是自私自利之人。太皇太后看人真准啊！夏子安是个好孩子，这儿媳妇哀家认了。此事事关母亲和安亲王的幸福，我不能妥协。所以你宁可放弃本王，让本王去娶其他女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还年轻，要不再等1、2年？来不及了，母后明日便要为本王选妃。啊，这么快？那你要不去跟太后说说，例如你非我不娶，没了我会死之类的。怎么不见你去跟太后说，没了本王你会死呢？很明显，他在乎你，不在乎我。你袖子里藏的什么？刺婚啊！这是母后给梁王的赐婚圣旨。梁王要成亲了，是哪家姑娘？你还有心思关心她？明日便是本王的选妃宴，你看着办吧。那祝王爷选妃顺利。夏子安，我看到圣旨了，上面写的是我和你的名字，是太后的赐婚旨意。好你个夏子安，竟敢戏耍本王！总有一天，本王要狠狠揍你一顿。王爷，趁热打铁，快去追啊，还来得及。就你多嘴。慕容杰，叫王爷。王爷慕容杰，大半夜不睡觉找我干嘛？赏月喝酒。啊？来。命运真是奇怪。当初皇后说让我嫁给你，我心里还很慌，没想到她竟然阴差阳错成全了我们。心慌什么？你和皇后一向不对付，她把我指给你，不就是为了羞辱你？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迁怒于我？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慕容杰，我想和你重新认识一下。我叫夏子安，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。我的时代至今起码几百上千年。我在一次任务中中枪身亡，醒来后，我的灵魂附在了相府千金夏子安的身上，从此我便顶着他的身体代替他活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反应怎么这么平淡？你不觉得很荒诞吗？因为我相信你，你说的一切我都相信。你应该跟我的老祖宗来自同一个时代。老祖宗？太皇太后龙展言，目前和擎天摄政王隐居在寒山。那我们有机会去寒山吧，
我想见见这位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行踪不定，除非自己现身，否则见不到。这么神秘啊？嗯。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。我们敬这清风明月一杯。嗯。夏子安，虽然你长得很一般，但笑起来是真好看。我长得一般？开玩笑，我每每照镜子，我都觉得我这副容颜是上天的恩赐。与我的眼目浮晴空，与你姓名中谈话中，与我四季，与你今生，与流年去匆匆，与你花间尘封相拥，与我幻缘中浮着梦，与你暖意，与我浓浓，与山与你刚才拽的本王头发好痛。那个头一次嘛，肯定有点紧张。那多来几次会不会好一些？会，熟能生巧。那再熟悉熟悉。废什么话？与你花间尘封相拥，与我幻缘中浮着梦，与你暖意，与我浓浓，与神与共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石头村爆发了大规模僵尸病，清照府已经将整个石头村封锁了。王爷，今天一大早，夏老夫人去石头村山上的石头安利佛时，发现石头村爆发了僵尸病，而后上报了京兆府。京中不乏有名的寺庙，他为什么一大早出城去尼姑庵里，还恰好发现了石头村的僵尸病？对了，据我调查，第一个咬人的僵尸就是夏丞相命人从疯人岛带回来的。现在可以基本确定，疯人岛就是僵尸病的源头，而夏丞相就是背后操控僵尸病之人。他究竟想做什么？不管他想做什么，你现在立马离开京城。为什么？我有预感，他会对你下手。你留在京城太危险了。我现在不能走，温柔姐，我想去看看那些被咬的人，说不定我有办法救他们。王爷，让夏大小姐去看看吧。眼下太医和大夫都束手无策，如此下去，为避免僵尸病大规模传播，只能放火烧村了。好，我陪你去。王爷，太后传来旨意，让你即刻入宫。你先去吧，我让宁荣陪我去。保护好她。是。一定要小心，照顾好自己。如今京中都知道石头村爆发了僵尸病，人心惶惶，是时候该动手了。你即刻进宫，就说夏子安有办法医治，待夏子安立下军令状，如若他治不好，便以死谢罪。是，只是若僵尸病大规模爆发，只怕会危及我们呀。我要的就是京城大乱，到时候放出流言，就说上天不满摄政王监国，所以天降灾厄，坏了摄政王的名声，你便能扶持太子，名正言顺的摄政，到时你便是太子的功臣。至于那些僵尸病人，最后若无人能医治，便放火烧村，一了百了，也危及不了我们。还是母亲思虑深远，我这就进宫。大小姐，可有头绪吗？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如今只能用麻醉剂让他们暂时昏睡，以防他们继续伤人。对了，其他僵尸病人都安顿好了吗？按照你的吩咐，我们给他们打了麻醉剂，用绳子绑住手脚，用手帕堵住嘴，安排在各个房间了。
好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太后和你说什么了？子安，我有话跟你讲，跟我来。今日夏怀君在太后那儿替你立下军令状，若你在半个月之内无法研制出治疗僵尸病的良方，便以死谢罪。他搞出这僵尸病，就是为了让你死。他凭什么替我立军令状？他是你父亲，按照律法，可以。什么狗屁律法？等等，你同意了？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治不好是你死，又不是本王死。慕容杰，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夏怀君替你立下军令状，你若治好了，日后站在本王身侧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你若治不好，这军令状上既无你的手印，也未得到你的应允，到时便可上奏推翻，这所有的罪责便由他一人承担。还可以这样啊？那老狐狸现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要怪也只能怪他没有熟读律法。活该。对了，我想去一趟疯人岛，僵尸病是从疯人岛传出去的，这种病总有源头，跟毒的性质一样，但凡有毒药的地方，附近就会有解药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你留下来替我打掩护，不能让夏怀君和老夫人知道我去了疯人岛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，我不同意。你若跟我一起去，京中无人主事，怕是会大乱。况且这事和夏怀君、老夫人脱不了干系。你在这里盯着他们，总会找到他们从疯人岛带回来的僵尸病人，从而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放心，我会平安带回来解药的。我让倪荣和暗卫陪你去。不要逞强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好。已经整整10日了，不知道子安那边是否顺利。想问过往的诚恳，轮回里回来了。我情前世子安呢？王爷，夏大小姐她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返程途中遭到刺杀，她中箭落海，被漩涡卷走。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她。这是他研制出的解药配方，所需药材都在岛上。他被漩涡卷走前，让我告诉你，他喜欢你。斩断所有的路号，像宿命之气，是命定的谜。放心，我会平安带回来解药。在我心上回不去，他不会死的，他答应过，他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我相信，我相信他。王爷，我没事，让七位带领太医前往疯人岛，按照药方制作解药。让苏青率亲卫搜索疯人岛及沿海一带，无论人是生是死，哪怕是一件衣衫，也要给本王带回。是。若内阁拟榜张贴全国，说夏子安找到了治疗僵尸病的秘方，但他本人惨遭毒手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凡找到他者赏万金。夏老夫人那边可以行动了，他们制造疯病，多次想害子安，该死！是。夏子安，你一定要平安。老夫人，相爷，夏子安中箭沉入海底，已经死了。做得好。这是给你的赏金。谢老夫人。他终于死了，是时候见一见太傅了。告诉他，如果还想乱一下京城，动摇摄政王的地位，便乖乖的和我们合作。好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好有事吩咐你，藏匿在尼姑庵的僵尸病人，不必再分批放出了，今晚全部放出来。老身要这京中大乱。啊！你被咬了！我们只是拿钱办事，是相爷要杀夏子安的。你要报仇，就找他们报仇去吧。他们该死，你们也该死。王爷，老夫人被那尼姑咬了，经赵府已带人将尼姑庵内所有的僵尸病人抓捕归案。很好。夫人，老夫人身边的丫鬟带来了。不知夫人找奴婢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想让姑娘到刑部做个证，说京中僵尸病都是老夫人和夏丞相所为。夫人是来说笑的吗？我只是想让你说出事实而已。奴婢听不懂，也什么都不知道。先告退了。你难道不知道你的家人都被僵尸病人咬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刑部正在抓捕僵尸病人，夏丞相也在场指挥，也是他下令把你兄长乱棍打死的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？你回去看一眼便知。那晚僵尸病人作乱，在元长街咬了上千人，你的家人无一人幸免。这一切是谁所为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老夫人明知你家人住在元长街，却没有提前通知你，让他们离开，因为她怕走漏了风声。你家人已然离去，可你的妹妹还活着，可怜，她也被咬了，如今被送去了石头村。你回去看一眼吧。夫人，你一定有办法医治僵尸病的，是不是？大小姐还没死，是不是？如今子安生死未卜，我比谁都希望她还活着。我答应去刑部作证，只求夫人尽力找回大小姐，救救我的妹妹。好。如今百姓知道夏大小姐研制出了僵尸病的解药，大家纷纷称赞传颂，视她为菩萨。如此得民心的人，只怕我大周开国以来便不曾有过吧。哎，是啊，只是可惜了，好人不长命。阿杰还没回来吗？哎，王爷交代了京中的事之后，便亲率人入海寻找夏大小姐去了。唉，但愿夏子安能活下来吧。天佑好人。两位姑姑，很感谢你们救了我，但你们能不能先送我回京啊？我还有要事要办。京城的事儿都解决了。你急什么呀？伤势还没好，先住几天再说。他们二人救了我，却又不让我走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慕容姐，你一定以为我死了吧？
你会来找我吗？逆子，老身没发病，你放开老身！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母亲，若不管住您一旦病发冲了出去，就得被送去疫区了。啊，那你还不赶紧去找夏子安回来救我？已经命人去找了，如今摄政王也在找他，都杳无音讯，他怕是真死了。你们做什么？没有通报擅闯相府，你们眼中可还有本相？下官奉京兆府尹之命，带相爷和老夫人回刑部配合调查。调查？调查什么？老夫人身边的翠玉姑娘一大早来指认，说此次僵尸病是相爷和老夫人一手策划。这一定是误会。老夫人这是被僵尸病人咬了。来人，先将老夫人送去疫区。这不可！我母亲只是偶感风寒，偶感风寒呢！母亲，相爷，请吧。乡亲们，父病就是相府搞出来的，他把我们家人都害死了。大家打死他！打死他！走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都是因为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我死你！打他！打死你！走了，晦气！老夫人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夏子安没死，治疗疯病的药已经在送往京城的途中了，明日一早便到。可惜你等不到了。子安，现在就剩夏怀君和太子了，很快就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请你一定保佑那孩子，保佑他平安回来。参见母后。不知母后着急召儿臣回来，所为何事？哀家是来宣太皇太后懿旨的。诸位大人、老少爷们，哀家离京至今有3、4年，或者5、6年，也可能有10几年、20年了。诸位若还记得哀家，便赏脸在3天后光临摄政王府，同贺哀家重孙慕容杰大婚之喜。请诸位大人带着厚礼和不嫌弃的心，前来喝一杯水酒。钦此。太皇太后隐居寒山多年，如今他老人家又重新出山了。夏大小姐已经死了，摄政王要成亲，娶谁啊？众爱卿都先退下吧，哀家同摄政王有话要说。是。母后，老祖宗这道旨意是什么意思？老祖宗看上的女人定是十分出色的，再出色我也不要。老祖宗说，你若听话，夏子安便会安然无恙的被送回来。当真？好，我去。3天后，你把这身衣服换上，我送你回京。夏姨，我家主子看上你了，要把你嫁给他的大傻重孙子。承蒙老前辈看得起，我实在是受宠若惊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嫁人的打算，更何况我也自觉配不上你们家。
大傻，还请你们另择贤惠之妇。你自然是配不起的。我们家主子高看你，给你这个福分，你就谢恩吧。可是我已经有婚约了，虽然你们救了我，也别欺人太甚。要是被我未婚夫知道，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他未婚夫来头很大吗？算大吧。摄政王呢？他们到底什么来头？既然知道我未婚夫是摄政王，为什么还要逼我嫁给他那大傻孙子？不怕摄政王报复吗？这妮子脾气够爆的。没点小辣椒的性子，怎能镇得住我那大傻重孙子？哼！请新郎踢轿门。哎呀，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！哎，什么酒？新娘子呢？什么情况？人呢？老祖宗，你让我成亲，我可是十分的配合。既然我同意成亲，你便要信守承诺，把夏子安送回来。那么这场婚礼就是我和夏子安的婚礼。人呢？不知道啊，我给送上喜轿了呀。这厮一点都不奇怪的吗？他暗中做了手脚吗？看样子是他。让你一路跟着，给了迷药就不该解开刀疤锁，一路捆着回来，多好看呢！哪有新娘子是捆着的呀？这多不人道！现在新娘没了，怎么拜堂啊？要不先找只母鸡拜着，我去找她回来。好你个臭小子！太皇太后，敢跟你老祖宗作对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参见太皇太后。免礼。太皇太后，您老人家怎么亲自过来？小七今天成亲是大喜事儿，我怎能不来？不知老祖宗给我安排的那个新娘子人在何处？新娘是夏子安。该死！尼龙，跟我走。啊，去哪儿？诸位来宾，先请入座喝杯水酒。王爷去找他的新娘子了，拜堂延后一些。王爷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新娘子就是夏子安。那他人呢？本王为了给他点教训，叫人抓走。抓到哪里去了？还记得我们在城外小屋附近山头庄的捕兽笼吗？您把他丢进去了？没有。吓死我了！本王把他丢进捕兽笼旁边的泥潭里了。啊！夏大小姐若是知道，定不会放过您。不准将这件事说出去，否则罚你洗1个月的公堂。啊！老东西，好狠毒的血！还是让我嫁给大傻子吧。子安，慕容姐，你可算来了。谁把你害成这样？要是被我查到，定饶不了他。我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我就知道你没事，我就知道。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。喜福，你要成亲了？是啊，王爷今天成亲。我被抓走，差点死了。你竟然要成亲了？听我解释，穿喜服本来是为了那个，快走！不要！别闹！子安，
太臭了，真的太臭了，太臭了！哇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臭啊！厉害，恭喜啊，恭喜！哎呀，真是郎才女貌。是啊。这什么味道啊？怎么突然这么臭啊？回来了，王爷，这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老祖宗，拜堂吉时已过，要不要重新择一个？没必要，但凡是好事儿，任何时辰都是吉时。先带他俩下去梳洗一下，臭死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，就流浪在你怀里。拿着，今晚洞房月来。姑姑，洞房哪有时间看书啊？臭小子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去。看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，不能看，这里面，这是秘籍啊！练功秘籍，你不需要练功，不用看。我们是不是该喝交杯酒了？似乎是要喝。子安，王爷，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你的情深款款，我也受不了你娇气兮兮。那我们以前怎么相处，以后也怎么相处？好，那先把交杯酒喝了。那，给你的回礼。我很喜欢。心动变成虚落地生根，满天星辰敲落上你每分。你扯什么呀？哎呀，不是这样脱的，你懂不懂啊？有什么不懂？哎呀，我自己来。本王阅女无数。我们虔诚旋动齿轮，一生只为见一个人。从一言之诚到风月我在那个去看下秘籍。现在还看什么秘籍啊？你问我，我是你祖师爷。借晚风写你我话本，直到个好缘分。你的认真再深一寸，
亏欠我难能言述的渴，不如我们日暮天涯厮守。不该沉沦，不知沉沦，可世间感动本该天真，不如我们就这样过一生。你说什么？老祖宗说，在你们那个时代，说喜欢是心动，爱是心底自爱。我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慕容倩。我们虔诚叩动心门，一生只愿见一个人，唯愿的心儿子，不一旦且相称，心间恨别问能不能。醒了，就这点活动量就起不了身了，这可怎生是好？收起你那野兽的眼神。你这样躺着，难免叫人想入非非啊。好了，起床了。你别跪了，本王把你那份也跪了。老祖宗，他的那份我替他磕。老祖宗，请喝茶。相公替媳妇儿敬茶，在咱大周朝还是第一遭。慕容家的男子一向重情，你小子也算继承了先祖的遗风。太皇太后竟然这么年轻，起来吧。很吃惊吗？你做特工这么多年，什么没见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从你前生死掉到你出现在这里，哀家都知道。你的一切，哀家都看在眼里，就连你来到这儿，也是哀家安排的。不，就是你害我在这里受尽封建朝代的苦。要不是哀家救你，早死了。好吧，说的也是。那您为什么会救我？你是被上司出卖而死，最能明白背叛的心情，心里也肯定有一股子火气。他看准你能够掀起风浪，老七娶哪家大臣之女都不妥，背后牵扯家族，若不同心，必生祸事。而你又是来自异时空的一缕孤魂，不属于相府，老七会成为你唯一的依靠。你又是特工军医，即便不能帮老七一把，也不会拖累他。所以从一开始，老祖宗就主意我做老七的媳妇。没错。阿姐，皇帝最多还有半个月的寿数，有些事儿你要早做打算了。是。皇上的病不能治吗？我可以试试。天命如此，不能人为干预。他的寿数已经到头了。阿姐，七皇子慕容征乃天命所归，日后要好好辅佐他。征儿，龙姑姑，不是说好今日要回寒山吗？锦宁在府外等你好久了。是啊，小调皮鬼。老祖宗，这孩子是谁啊？你好，漂亮姐姐，我叫陈锦宁，一直跟随龙姑姑在寒山学武。别看我年纪小，身手好着呢。我们小锦宁不仅是将门之后，未来还是大周国的风云人物呢，武艺超群，谋略过人，平定内乱，外御强敌，很是了不得，厉害。好了，你们的事儿都了了，哀家也该走了。漂亮姐姐，漂亮哥哥，再见。你这老祖宗是什么人？怎么来无影去无踪的？他一向如此，
习惯就好。据我所知，七皇死只有6岁啊。太皇太后为何会主意他？如今梁王已经好了，怎么说也是梁王更合适吧。心儿无心皇位，不必强求。对了，夏怀君在牢中受尽酷刑，如今将事情全部交代了，不日便将问斩。我想去一趟刑部大牢。二哥听到你母亲的事后，烧了相府，他把夏怀君毒打了一顿，听说打断了一条腿呢。说起来也算替你报仇了。那是他与安亲王的恩怨，我与他终究也得了结。你还活着？托相爷的福，活得好好的。你是来羞辱我的吧？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就算我身陷囹圄，作为女儿，你也没有什么好光彩的。你的女儿夏子安已经死了，我不是你的女儿。你纵然千般抵赖，却改变不了你身体里流着我夏氏血脉的事实。你以为我倒台了，摄政王还会娶你吗？啊？相爷还不知道吧？昨日我和摄政王已经成亲了。本来相爷这位高堂可以受我一拜的，只可惜你身陷囹圄，只能免去这一拜。不过如此也好，毕竟相爷受不起，也不配我这一拜。你……哦，对了，最近发生了好多喜事呢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老夫人死了，被活活打死的，如今被丢在了乱葬岗。是你干的，是你干的，是你打死了他，你一直不希望我母亲能得到幸福，但很可惜，安亲王已经正式提亲，马上就迎娶我母亲做安亲王妃。你的女儿突然这么不同，你就没觉得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逼迫夏子安替嫁，轮番折磨打骂，那天她就死了，被你们活活打死了。我是附在她身体里的鬼魂，是来帮她报仇的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亲手把你唯一的女儿逼上绝路，她是那么的尊敬你，爱戴你，就连一根简陋的簪子，她都一直视若至宝。可你为了拉拢太子，竟然连同外人一起活活把她打死。她是唯一一个不曾算计过你的人。物归原主，你的东西配不上他。不要放过慕容秋，为他报仇，告诉袁氏，我对不住他。夏子安，相府一家都已付出代价，
接下来该轮到太子了。什么？不去？你抢了我的未婚妻，我都没说什么啊！现在让你陪我去逛一下窑子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答应？要是让夏子安知道，非撕了本王不可。你不陪我去，我去告诉夏子安，你在大婚那日叫人把他丢进了泥潭。你怎么知道？宁荣说漏嘴了。哎呀，你去嘛！哎，就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必须保密，否则砍断你的腿。哎，绝对保密。什么保密啊？啊，没什么。星儿要和我出去办点事，晚点回来。今天都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去办啊？哎，朝中要事暂时不能告诉你。不对劲，慕容杰今天太不对劲了。慕容心不能人道多年，如今刚好，不会是拉着慕容杰逛窑子去了吧？我是不是吵到你了？以后不用等我，你先睡。碰过别的女人的手，别碰我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都知道了。你和梁王去逛窑子了，身上这么香，见了不少姑娘吧？我发誓，我一个女的都没碰，害怕你知道，我连酒都没敢喝，更别说那些女人了。所以，梁王真的可以了？应该是，他抱着那姑娘亲了一会儿，就得意洋洋的走了。回府后，给了姬妾们不少银子，都打发出府了。啊？他的隐疾都好了，为什么要让他们走？那些人都是皇后给他纳的，目的就是为了粉饰太平，防止外人揣测他不能人道。如今也没有粉饰太平的必要了。那梁王府中很多姬妾死于非命，你和梁王都知道是谁做的？我和他都心知肚明。是太子吗？皇后原本只是为了营造假象，让外人觉得那些姬妾是为了争宠，斗得你死我活。但太子为了丑化梁王，便借机谣传说是梁王因为残疾，性格暴戾，打伤了一些姬妾，败坏了梁王的名声。那皇后不管吗？皇后是太子的帮凶。如今梁王的病已经好了，是时候该去清算太子和皇后的恶行了。摄政王说今日有要事要宣布，不知到底是什么事。本王在这提前恭喜皇嫂。参见太后。心儿，你的腿多亏了夏子安，已经痊愈了。子安，多亏有你，你真是我们皇家的福星啊！梁王如今都好了，会不会跟太子争夺储君之位？不能不防啊！皇嫂，传闻都说梁王是个残暴之人，真是如此吗？摄政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偏心造就了太子的跋扈冷漠，也让梁王受尽委屈谩骂。你胡说什么？本宫对太子和梁王向来一视同仁。梁王自13岁时摔断了腿，你对外宣称说是不小心摔断的，可真相却是太子造成的。梁王受伤残疾没多久，慕容桥被封为太子。本王想问诸位亲贵大臣，若是当初梁王没有受伤，那这太子之位会是谁的？梁王受伤，本宫也是悲痛万分，可此事确实与太子无关啊。当年的真相若要真追查起来，倒也不难。皇后真的以为没有目击者吗？母后，其实你分明知道
当年害我的是慕容桥，他处心积虑将我害成废人，可你却选择偏袒他。不是这样的，心儿，我没有。为败坏梁王名声，太子怂恿皇后为梁王纳了许多姬妾，可这些姬妾在入宫后不久，却都无端丧命，而且死前遭受过毒打，于是便有传闻渐渐流出，说是梁王因为残疾，性格扭曲，暴力。梁王余笑，不想让皇后受到伤害，一忍再忍，一退再退。太子不得残暴，自私狭隘，不顾兄弟情分，难当大任。我大周的千里江山，怎能交到这样的人手里？皇后，你做的可真好。太子呢？把太子带上来。母后，太子已被儿臣拿下。慕容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竟然敢对太子下手，难道你要造反吗？皇后息怒，且先看看太子究竟做了什么好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太后，属下领命寻找太子，却遍寻无果，最后在梅妃娘娘的床上找到了太子。12人正在床上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混账东西，竟敢觊觎你父皇的妃子！祖母，是梅妃这个贱人勾引我的，我也是把持不住才。太子现在推的可真干净啊！你爷爷来找我欢好，是我逼你的吗？你不是说你最爱的人是我吗？贱人，还不闭嘴！你想死啊你！太子不忠不孝，即日起废为庶民，拖出去，杖打100大板，终身幽禁于宗人。是。母后，救我！我不能被废啊！母后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被人害的！放开我！摄政王做得对，皇后纵容太子犯下大错，即日起幽居晋宁宫，非死不得出。将梅妃拖下去，即刻赐死！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太后！走！太后！太傅，你可知罪？臣教导太子不善，甘愿受罚。你不仅教导太子不善，还结党营私，私吞军饷，伙同夏丞相制造僵尸病人，企图乱我大周，哪一件拎出来，都是死罪。王爷，臣夏怀君死前交代的一清二楚，证据确凿，还敢抵赖？将太傅拖下去，杖打50大板，明日50问斩。凡是与太子太傅一党，皆抄家流放。我是公公之臣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放开我！走，走。皇上有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七皇子天资英挺，睿哲温公，堪承宗庙之重，兹养成天地祖宗之意，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以固国本，钦此。母亲，如今大仇得报，往后的日子，你也该为自己而活了。纵情山水，游览大好河山，是你一直渴望的生活。如今有安亲王陪你，我也能放心了。子安，你和摄政王要好好的，即使我在远方，也会一直祝福你们。王爷，子安就托付给你了。岳母放心。母亲，珍重。来，请这边。
二哥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如愿了。若他当年出征回来，强娶了我母亲，或许我母亲就不用受这10几年的苦了。世事总要经历了才知道对错。若当年二哥强行夺妻，你母亲会恨他一辈子。当年你母亲与夏怀君是有感情的，也是经历了后来的事情，才叫他寒了心。想不到你对感情也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啊！醉过方知酒浓，爱过方知情重。你从哪里学来的？老祖宗说的。你若想他，日后本王陪你去看望他，不必难过。其实我不难过，我还挺高兴的。现在他有了这么爱他的人，往后余生纵情山水，肆意快活，我是真心替他高兴。傻瓜，你也有个很爱你的人。怎么了？你记不记得我们成亲那天我被人抓走的事情？当然记得，本王当时急坏了。我一直没法释怀，我一想到我成亲那天被人掳走，丢进泥潭里，我就想杀人。啊，你说巧不巧？昨天倪荣喝醉了酒来找你，他说是你让人把我丢进泥潭里。我冤枉啊！本王怎么可能把你丢到泥潭里去啊？说实话我就原谅你，不说实话，今晚睡书房。好，是我指使的，但我不知道花轿里的是你啊！难道你希望我心甘情愿的娶其他女人过门，你才满意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花轿里的新娘不是你，而是别人，你希望本王怎么做？是欢天喜地的迎娶她过门，还是把她丢进泥潭里？本王为了你，明知是老祖宗赐婚，还敢抗旨而行，把他指定的新娘丢到泥潭去，你居然还埋怨本王。本王可是为了你甘愿冒杀头的风险，你居然在这里兴师问罪，你对得起本王的一片真心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你要怎么补偿本王？顶多今晚我好好伺候你。本王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休要用美色来迷惑本王，当真？保证。我们虔诚叩动心门，一生只愿见一个人，唯愿多幸儿子，不易的皆相衬。